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流星雨的功能。我们从新历放页往下一拉，就可以打开流星预测，是夜景摄影的第4个。在流星雨这一页呢，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象限一座这个位置，可以打开主要的一些流星雨。我们平时所说的3大流星雨指的是象限一座、英仙座以及双子座。在每一个流星雨呢，我们看到这边呢是它的高峰的日期、它的亮度指数以及它的流星数。流星数的英文就是 ZHR， 指头顶每小时流星数。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3大流星雨，它果然是最大的3个。当然了，宝瓶座这个也不错。然后其他的一些星座呢，流星雨就比较少，但是有的星座可能有周期性的一些爆发，比如说狮子座，有一年的狮子座就特别大。然后这边呢，还有是当前时间的仰角和方位角，这个是指流星雨辐射中心的仰角和方位角。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这边所有的流星雨都是以星座的方式来命名？原因是因为所有这些流星雨的辐射中心呢，从天空上看，似乎是从某一个星座发出来的。当然，从我们现在已经懂了，这些星星的位置实际上离我们有很远很远，而流星雨的辐射中心的位置实际上离地球非常的近，否则也没法进入我们的大气层。但是呢，古时候的人们大家看到这个情况，觉得这个流星雨一定是从某一个地方发射出来的，觉得最方便的就用这个星座来命名。比如说英仙座流星雨，它的辐射中心就是在英仙座里面，而双子座呢，它的辐射中心也在双子座。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象限一座。象限一座是一个古老的星座，现在的88个星座里面已经不包括象限一座了。实际上它的星座辐射中心是在牧夫座，但是人们已经习惯，所以这个习惯就保留下来了。好，比如说我们先选择英仙座，然后我们就可以长按这个高峰时间，就可以把英仙座的时间弄出来了。然后呢，我们把时间调到晚上，这个呢就是英仙座的位置。在这边看的话，始终不是特别的直观，所以我们一般喜欢用取景框的方式来看。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取景框就可以了，然后长按英仙座，就可以把英仙座在这个取景框居中。好，下面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取景框的模拟来说一说3大流星雨我们怎么去拍摄它。首先呢，我们改到用14毫米的镜头，一般来讲我们喜欢用比较广一点的镜头。好，大家看到这边呢有一个北极星就出现了，我们可以开始调节时间，开始呢在这个位置英仙座升起了。英仙座升起时间差不多就是天黑的时间。一般来讲，在10度以下，流星雨并不是适合拍摄，因为那时候实在是太低了。流星雨到了10度以上，我们就可以开始拍摄了，尤其是一些比较黑的地方。当然了，越高越好了。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位置呢，差不多也出框了，而这时候呢，天也已经亮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始终让北极星在我们的框里面，原因就是因为跟我们的后期制作是有关系的。我们在拍摄流星雨的时候，并不是说看到流星就去按一张照片，那样根本来不及。我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守株待兔的方法，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是把相机对准某一块天空，然后连续不停的去拍摄它。当然，这些照片中间也许拍到几百张照片，这些照片有的中间可能一个流星都没有，但有的中间呢可能会有一个或者2个流星。然后呢，我们把有流星的照片合成到一张底片中间。但是这些照片的合成我们也不是随意的合成，因为所有的星星都是围绕着北极星来旋转，所以在合成的时候，我们就按照北极星把每一张照片旋转，让所有的星星呢都在同一个位置上匹配起来，然后呢才把流星通过蒙版的方式画到一张底片中间去。这样呢，所有最后出来的照片才会看上去所有的流星像是从同一个辐射中心发射出来的。所以哪一张照片作为你的底片也很重要。比如你拍英仙座，你肯定希望英仙座在你照片的最佳的一个位置，这样呢做出来的流星雨的照片呢就会看上去比较好看一点，因为都想从辐射中心射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构图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像英仙座的话，我们就有2种不同的构图方法，一个呢我们可以这样横幅的一个构图，另外一个可以竖幅构图也可以。英仙座在这儿，北极星在这儿。那至于哪一个构图最好呢，完全取决于你的前景。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画面啊，这是开始的时候的位置，然后英仙座逐渐上升，一直到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呢，我们都不需要去调节我们相机的指向，因为英仙座的辐射中心都在我们的取景框里面，同时呢，北极星也在，所以这是英仙座的拍摄方法。而另外一个星座呢，比如说象限一座，我们可以点击它，然后长按这个。象限一座是到后半夜才会升起，你看这时候焰也并没有出来。然
然后到了后半夜升起了以后，也就是我们从1点钟就可以开始拍摄了，一直拍到天亮。相比于英线座呢，象限仪的距离离这个北极星就会远了一点，因为你看在这时候已经非常靠近边框了。如果从这边的射出来流星射到往这个方向射的话呢，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考虑最好还是用横幅的方法来拍比较好，这样呢我们保证北极星在这个位置，然后象限仪座呢整个过程中呢也基本上是在照片的中间。等象限仪到了这个位置呢，我们就可以拍一张照片作为底片。所以这是象限仪座的拍摄方法，依然可以固定的去拍，不过呢最好用横幅而不是竖幅。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双子座，我们调到黑夜的开始，双子座也差不多是天一黑就可以出现了。然后呢，不过大家会注意到双子座的距离离这个北极星更远，就算我们横幅的话呢，双子座也已经靠很边的这个情况了。像我们14毫米都这样，如果你用16或者说用24的话呢，就更够呛。你看这边是基本上没法保证北极星和双子座同框的这个情况，用14毫米也就仅仅是勉勉强强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最好是在双子座到了某一个位置，比如这样一个位置，你拍一张照片作为你的底片，而其他的情况呢，你有可能的话就用赤道仪去跟踪这个双子座，因为双子座可能升得非常非常高，比如说像这后面就完全出框了，而这时候实际上到哪里去了？实际上双子座已经到了另外一边了，双子座就从西边落下去了。它实际上是已经跨过了整个的天空，到了另外一边。如果这时候你固定相机去拍摄的话呢，后半夜呢基本上就拍不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最好是用赤道仪来跟踪。总结一下3个流星的拍摄方法。第一个，如果是英线座流星雨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横幅或者竖幅去拍，取景框里面可以包括北极星和英线座的辐射中心。整个拍摄过程中，相机的指向都可以不用去改变。象限仪座流星雨，我们可以用横幅的方式去拍，整个过程可以不用改变。而双子座流星雨呢，最好是拍一张底片，其他的情况下用另外一台相机去跟踪双子座的辐射中心，连续去拍。好，那我们这一期的流星雨视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